大家好，我是阿明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。在我自己创建的 ME 指标里，我最近整合了 MACD 背离，还有一个提早提醒的信号。图表中你会看到两个东西，绿色的圆形是比较早出现的信号，绿色的三角形则是对应到 MACD 背离的位置。这样做的目的其实非常简单，让你在看 ME 的时候，不需要再额外去盯 MACD，也能知道市场的动能有没有开始出现背离。我先讲清楚，这不是进场信号，也不是用来预测反转的工具，它更像是一个 early warning，在趋势后提醒你，现在的市场可能已经跟前面的不太一样了。如果你有在做交易，你一定遇到过这种事情，趋势看起来还在，结构也没有明显被破坏，但你心里会开始有一种感觉，好像哪里怪怪的，但我说不出来。很多时候就在这种阶段，我们会继续加码，继续追，最后把前面赚到的利润慢慢吐回去。在我自己大量看盘和复盘的过程中，我发现问题往往不在结构，而是在动能已经开始跟不上价格了。说到动能，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 MACD，但我也发现一件事情，MACD 背离在实战中其实很容易被过度解读。有些人开始看背离，一开始猜顶部、猜底部；有些人会提早反手，结果趋势继续走，被来回洗。所以我也并不是想再告诉大家一个看到就要去进场的信号，而是把 MACD 背离转化成一个更低干扰的提醒机制。这次我做的事情不是叫你看多一个指标，而是让你少看一个指标。我把 MACD 背离的逻辑整合进这个 ME 指标里面，让你在看这个 ME 的时候，不需要切到 MACD，也能知道动能有没有开始背离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简单决策流程的更新，而不是让一个画面变得更复杂。除了正常的背离以外，这次我也加了一个提早 MACD 背离提醒的信号。它出现的时机通常会在背离完全确认之前，当动能开始明显变衰弱的时候。我希望你看到这个提醒时，不要第一反应就是急着进场，而是开始做一些事情，放慢节奏，停止加码，或者把止损往更安全的地方移，就是移动我们的 safety bin。简单讲，它是用来帮我们去保住我们的利润，而不是帮我们去赌这个方向。在我自己使用的方式里，我不会单独去看这个 MACD 背离，我会先去看这个 ME 指标的结构和趋势，再看价格现在处在什么位置。当趋势已经走了一段，又开始出现 early warning 的时候，我对这笔交易的态度就会自然变得更保守。很多时候交易不是多靠赚那一点点，而是靠少亏几次大的回吐。如果你是已经有自己的进场逻辑，不想在趋势末端被洗，希望看盘更简单一点，那这次 ME 的更新对你来说会比较有价值。如果你是希望看到信号马上就进的那种，那老实说，这次的更新可能不太适合你。这次的 ME 更新内容，我是放在 Patreon 的会员版本里。加入 Patreon 之后，你会在 Patreon 页面看到最新的指标视频，还有我对这次更新的使用补充。还有我有这个 Discord 群，是提供给会员交流和讨论用。你可以先完整了解方式，再决定要不要加入，没有任何压力。今天这支影片主要是跟大家说明我为什么要做这次更新，以及我是怎么定位它的。如果你有用到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你的想法。之后 ME 的更新方向，我也会继续往更简化、更实战的方向走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